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家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其实你相信你大姐，还是相信你二姐夫啊？既然连威廉都说没这回事了，我相信我大姐应该是说实话。你知道啦，我的二姐夫有时是 blah 的。哎呀，哇，不行了，哇！做到那么喘，不要做了。哇，不行啊！凭你这句话，我做足100下。这次我过去阿富汗啊，我要照顾人，我不要让人家照顾我。你慢慢做。七。哎呦，你看。你怎么啦？是不是很痛啊？我看看。不是痛啊，我怕会有疤。不会啊，你放心好了，你这个大美人，有点小疤人不碍事的。谁说的？如果真的有疤，我要你赔偿哦。哎呦，哇塞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关你的事啊？我不认识你，我不会嫁给你了。我不会嫁给你，我就不会碰到你这些姐妹，不会碰到这些姐妹啊，我就不会碰到杯子，就不会有这个疤了。哎呦呦，那你有你宰割啊！哎呀，割什么割？你有几句话给我割？儿子啊，你去了阿富汗，我就要自保。哈？你说什么？你干嘛要自保？我想搬回我妈家住。不是吧？你真的被我家人吓到了？你刚才没看见吗？我只是说了一句相信二姐夫啊，你大姐的脸马上变了。我说了几句啊，她肯定跟我翻脸。相反的，如果我站在你大姐那边呢，你二姐啊肯定把我当仇人。你叫我不出声，我又办不到。啊，有你在的时候啊，至少我还有你的肩膀靠一靠，有你的胸膛挡一挡。可是当你去了阿富汗呢，我就要天天流冷汗呢。放心好了，那等我回来之后呢，我马上把你从娘家给娶回来。你怎么了？伤口很痛啊？我不是伤口痛，我是心很痛啊。说真的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啊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医生啊，像越南啊、印度啊、柬埔寨、辽国，为什么偏偏要去阿富汗？那里的局势很乱呐，又有奥萨妈，又有恐怖分子，万一你被抓怎么办？你放心好了，不管是不是恐怖分子，不管是不是毒蛇猛兽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要去。你放心好了。好，我罗家琪金子发誓，不管千山阻隔，不管天灾人祸，我的心永远跟我最爱的妻子司徒雅琪在一起，此生不渝。傻瓜。很臭。哪会？快去洗澡啦！哎呀，去！哈，我去洗个干净啊！
佳琪，那么早啊？昨晚佳宇打电话给你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。那你也知道佳玉跟耀祖问我什么了？我知道。昨天晚上在电话里面听他们的口气，好像事情很严重这样啊。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跟你有什么关系。我昨天晚上一晚都没有睡觉，今天一早就赶来了。他们2间店被火烧掉了，听说什么都烧到光，什么都没有剩啊。怎么那么巧啊？就是啊，最衰你知道了，我忘了跟他们买活险啊。昨天晚上你不是说吗？今天早上要帮他们交那个支票的吗？是啊，偏偏那么巧，好烧不烧，昨晚就烧掉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如果他们知道，家长会把我的皮扒下来的。说的难听点，现在就算把我卖去做妓女的话，我都赔不了那么大笔钱呢。你不要说到把你卖去做妓女那么难听的话啊！我说说而已啊，像我这个年龄，谁要我呢？所以啊，我就一口咬死，说耀祖根本没有把那张支票交给我。哦，所以耀祖就要我作证啊？因为他说当时你在场，看到他把支票交给我的。对啊，我还记得啊。不过我就在想这件事情一定跟你有什么关系，我要说出来，说错的话就会连累你，所以我就什么都没说咯。那就好了。你知道吗？昨晚他们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的心都跳出来了。还好我们2个人心灵相通，我担心什么你都会知道的。心灵相通，我们心灵相通哦。就是啊，要不然现在我就成为千夫所指的大罪人了。他们还要我赔偿他们损失，那我这一辈子做牛做马都还不清了。说的也是，说的也是。不过，那佳玉他们怎么办呢？你少担心他们了，那把火只是烧掉他们的店，没有烧掉他们的银行存款。他们的银行里面啊，至少也有几百万。他们在家也不用做事，光吃老本都吃几代人啊。有那么多啊？是啊，你有没有听说啊？那个耀祖啊，随手一拿就30万这样丢出来，眼睛眨都不眨的。哇，那就不用替他们担心了。哎，我的秘密你要记得跟我守着啊，谁都不能讲，要不然我就完蛋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别的我不行，保守秘密我最厉害的。好像龙哥他，大哥他怎么样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哦，哎，你吃早餐了没有？我匆匆忙忙赶来，你都还没吃呢。那我请你吃8糙米吧。真的啊？老板啊，8糙米2碗加料哦。OK， 你去做，等一下拿给你。哦，谢了。老板娘来，给你。都说我请了，不用啦，一样的。下次我请你哦。好，谢谢你。哇，好多料啊！这是特别加料的啊。这把糙米呢，10多年来味道一点都没有变，跟当初你第一次请我吃的是一模一样的。请你吃一次8糙米，你就记到现在啊？我永远都会记住的。为什么？不过是一碗普普通通的8糙米，有那么珍贵没？珍贵的不是面，而是你对我的那种关怀。什么？我是说，你一定是看我很可怜，所以才请我吃面。老实说，除了你跟老板娘之外，从来就没有人对我那么好过。所以你一记就记到现在啊？特别是你啊，那时候你又那么漂亮。那你是说我现在不漂亮喽？不，你在我心目中是最漂亮的女孩。没想到你一副老师样，嘴巴啊那么甜的。不是，是真的。那当年你干嘛不追我啊？我哪里敢？那时候你又漂亮又高贵，又有那么多人追你。我记得那时候来追你男人，都开着车子来接你。我那时候连一辆脚踏车都买不起啊。是啊，那时候多风光啊。现在啊，算了，那些陈年旧事啊，就不要再提了，一提啊就伤心了。不会啊，你还是一样那么漂亮，你还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呢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撑着吃，撑着吃。威廉嘛，你真的是我的知音。如果将来我有机会管理快乐鱼的话，你一定要来帮我。你要接管快乐鱼啊？我妈的年纪那么大了，也不能让她忙一辈子啊。过2年啊，
他也应该退休享福了。对啊，老板娘忙那么多年，也应该退休了哦。哎，你说啊，他退休后谁会接手快乐鱼呢？哎，你说啊，他退休后谁会接手快乐鱼呢？照理说应该是龙哥吧。有可能吗？我大哥是个没用的人，整天只会赌马，性格又冲动。对哦，而且又不会选鱼，又不会炸鱼哦。是啊，那嘉倩呢？怎么说也不是我妈亲生的，性格又古怪，跟我妈的好像啊是仇人一样，也不可能传给她。那家福啊、佳琪更不可能。看来看去啊，只有我最适合了。那我是大姐，曾经做过生意。结婚以前呢，也在快乐鱼帮过忙，阿公啊又教过我炸鱼，现在我又住在家里，帮忙打理快乐鱼啊，是最适合不过了。你说还有谁比我更适合呢？是啊是啊，你如果来打理快乐鱼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哇，到时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所以啊，我一定要找个机会跟我妈的说，让我来管理快乐鱼。我妈的这个人太保守了，私自守着一间店能赚多少钱呢？我接手后啊，一定要把快乐鱼企业化。人家卖熟悉啊、卖面包啊，都能够卖到分行，一间开了又一间，还搞上市。为什么我们快乐鱼不能了？对啊对啊对啊。到时啊，让你当业务发展经理，帮我开拓业务。啊，那我就可以跟你一生一世了哦。什么一生一世啊？我又不是要跟你结婚。我一时兴奋讲错了，应该是生死相许，要不是不是？我。好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的了。你不是说读什么函授课程哦？怎么读到这个程度啊？我会好好读书，做一个有文化的人的。行了，我不是你妈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些的。哎，那不是姑姑吗？她在这里干什么啊？开一怎么会跟那男的在一起呢？那个男人是谁？他是你爸爸小老婆的弟弟啊。什么？我爸爸小老婆的弟弟？你是说那个臭女人的弟弟啊？就是啊，前几天他在店里面找他姐姐，说他在国外，跟他姐姐失去联络了，还问你爸爸有没有见到他呢，气得老板娘呱呱叫呢。神经病啊！不知道自己姐姐在哪里，鬼相信他的话，一定有什么目的。对哦，不过还是老板娘厉害，没3、2下子就把他赶走了。不过他怎么会跟开怡在一起呢？那一定有问题了，你跟他背后去看看，看他搞的是什么鬼。不是，万一给开怡发现了怎么办啊？你真的不用脑的，谁叫你走他前面呢？当然是跟在后面看啊。可是那男的也认得我啊。我给你气死了，怕这个怕那个，以后怎么给你当经理啊？我自己去看呐。哎呦，怎么那么没有用呢？佳琪一定会看清我的。以后要叫我做什么东西，我一定要马上去做。刚才我买的那摊巴错米啊，在这里很出名的，你知道吗？买的时候呢，不但要排队，还要自己捧啊。还好我跟那老板很熟，所以我一叫他就来了。以后要自己拿哈，我很忙的。10块，快点。谢谢。这么没有礼貌，一定是新来的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去跟他老板跟他。哎，算了，中打工皇帝啊，千万不要得罪。哦，那倒也是哦。不好意思，还要你请我吃面。哎呦，你跟我客气干什么呢？一大早就要你陪我吃早餐，真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别这么说啊！你离开新加坡都这么久了，很多地方你都不熟。如果没一个人带你的话，是很不方便的。哎，试试看，很好吃的，试试看。好。怎么样？真的是真材实料。他们用的是鸡骨还有肉骨熬出来的上汤，一定是没有加味精的，真棒。哎呀，你真的是行家啊！一喝就知道他们用的是真材实料哦。我在香港有一间制作公司啊，拍的都是美食节目，我们叫它 OK 真好吃。我每一天都跟制作队伍啊出去外面吃，吃的本领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。是吗？那你那个节目什么 OK 的做的怎么样啊？非常好啊，
那时候啊，这个节目还是8点档的收视冠军呢。谁不会吹？我读幼稚园的时候啊，还拿过歌唱冠军呢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啊，我后来才搞起影视业来。没想到这么一搞就搞了10多年。这些年来，我投资在影视业上，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冤枉钱，能够生存到今天啊，算是很不容易的。对咯，所以啊，做生意啊，一定要找对人。如果找错人了，就算你生意天天排长龙啊，到头来每个月账目还是亏了又亏啊。就是你这句话了，嘟嘟，你真是一针见血啊！嘟嘟，我这个人是非常相信缘分的。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能够在一起，真的是要讲究一个缘字，就好像广东话“夾”了。那夹心饼干2块粘在一起就是“夾”了。正所谓话不投机3句多，如果不投缘的人，讲不到3句话就无话可说了。如果有缘的人，我心里想什么，你都会知道。你心里想说的话，我也能够一下子就帮你说出来了。对呀、对呀、现在你说的就好像把我要说的说出来。哎呀，我们真的是情投意合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乱说话怎么情投意合嘛？哎呀，笑死人了。嘟嘟啊，老实说，要是你还没嫁人的话，我倒真的很想有一个像你这样情投意合的对象。哎呀，你别这样说啊，人家听了会很麻噜的。真是羞死人了！这么肉麻的话都说出来啊，差点把我刚才吃的面都吐出来了。是啊，他们一面说一面笑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关系很亲密的。哦，你也看到了？是啊，你也看到没？是啊，我每天早上都去那边吃早餐才来上班的，都看到他们，只不过是没有听他们在说什么罢了嘛。经过嘉琪那么说，我也觉得他们很恶心哎。是啊，妈的，现在不止我看到，连威廉都看到啊！这证明姑姑啊里通外敌，心怀不轨。更糟糕的是啊，他可能背着姑丈啊搞婚外情啊！这种话最好不要乱说。妈的，你相信我的话，他们2个真的有问题啊！要不然就不会你一句啊情投意合来，我一句情投意合去。那个男人的姐姐当年还不是把老爸搞得团团转吗？在我面前不要提那个女人的事儿。妈的，我不是要提，我只是要说啊，有其姐必有其弟。姐姐这个样子啊，弟弟对女人有一手也不奇怪的。要不然连什么嘟嘟啊这么肉麻的名字也说得出来。他一定啊是情场甚熟。我看姑姑啊这次难逃结束了。我警告你啊，这种事儿啊，千万不要在你姑丈眼前提啊，要不然麻烦可就大了。妈的，我担心的不是姑姑姑丈他们2个，我担心的是我们这间店啊。哦，怎么说？姑姑对我们这间店虎视眈眈，那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她一直认为阿公是老糊涂，才把店给我们，所以整天想把店抢回去。幸好妈的你在啊，要不然法德怎么斗得过他们呢？这间店早就被姑姑她franchise掉了。对，这叫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。William， 你怎么突然间那么有墨水啊？温温也是这么说我的。温温为什么那么讲你啊？你做了什么？你是怕姑姑会被那个男人利用啊？是咯，姑姑现在人到中年，正开始年老色衰，这个时候的女人最担心自己失去魅力，所以呢，如果有个男人迷恋她仰慕她的话，拼命在她面前说她有多迷人多漂亮那她的心一定会像小鹿一样乱撞。到时候那个男人说什么，她都会答应的。看什么？我是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。有道理嘞！我不是吓唬你哦。曾经有一度有报纸邀请我做男女信箱的主持人，因为那时候我很忙所以我推掉了。难怪。太好了，我以后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对他了。你是担心那个男人会利用姑姑向快乐鱼下手啊？是啊，快乐鱼呢不只是一间餐厅，而是一个金字招牌。就好像有人讲起百货公司，就会提起 Robinson， 电视台就是 Mediacorp， 最好的炸鱼餐厅就是我们快乐鱼了。所以单单快乐鱼这张招牌起码值100万。100万啊？ 100万还是最保守的估计。
所以呢，你说谁不动心啊？你姑姑啊，一直在打快乐姨的主意，这个我知道。可是我不相信啊，她会联合外人来对付我。妈的，你不要忘了，姑姑当年跟那女人感情不错的，那不是因为她喜欢她，那是因为你比她能干，比她聪明，所以呢，她容易下手。现在有你作证，哼，她想泼水也泼不进来。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，她还不卷土重来？妈的，所以啊，还是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吧。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我不搞婚纱店了，我就留在店里帮你的忙。你不是要开档卖儿童服装吗？那还不容易，我请个 sales 哥看看就行了。那保险呢？保险只是兼职，哪有帮忙的你那么重要呢？我看来看去啊，能够帮你的人就只有我了。对啊，佳姐又聪明又能干，有她的加入，有她的帮忙的话，老板娘你就有如老虎加翅膀。如虎添翼。对，如虎添翼，不管谁呀想打快乐姨的主意，都没有用了。我去抹桌子。妈的，那从明天开始我回来帮你了。哦，不用了。为什么？那从明天开始我回来帮你了。哦，不用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去忙自己的事儿吧，这里的事儿你们不用管。我好心帮你，你都不要，等人家打上门来，你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好了，别再提了。那好啊，以后你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你了。哎，有没有看到家福啊？不知道。这么，这我要咩？哎，满德，你有没有看到家福啊？没有啊，昨天晚上没有回来吗？奇怪嘞，昨天晚上我2点多回来也没有看到他嘞。昨天晚上佳玉家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啊，你们几个跑得不见人影。我去拜佛嘛，我的泰国师傅哦，从泰国过来，我们请他吃饭，然后做法驱邪。不然你看我今天这么精神。驱什么邪啊？驱邪就驱邪咯，驱了邪我就会行大运了咯。你正经事不做啊，就会做这些旁门左道的事儿。什么旁门左道？哎，满德，我师傅讲哦，这世界上有2种气，正气还有邪气。人衰起来的时候哦，那个衰气哦，邪气就会找上门呢。哦，我也有2种气。什么气？一个是生气，一个是脾气。你要不要看我生气跟发脾气啊？哎呀，满德，你年纪不小了啦，不要乱发脾气啦。怎么心情这样不美？你刚才讲佳玉发生什么事？他的2间店屋被烧掉了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？烧成怎么样了？烧光光了。最重要的是没有买保险，这次损失可大。哎呦，这么无端端会烧起来的？他们也是在怀疑啊，是不是有人放火？啊？会不会是老高在作怪啊？没有理由嘞。如果他要报仇的话，也是找我跟家福吗？关佳玉什么事？哎呀，不要跟我讲哦，他做鬼哦，都要搞我们全家嘞。洗了不澡？大个澡。啊。妈呢？哦，好像去了厕所。哎，雅姐。什么事啊？佳玉的店被烧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啊。那你说哦，会不会跟老高有关？是他在作怪啊？大哥，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扯到老高身上。不是嘞，昨天我的泰国师傅来哦，我叫他指点一下。他说如果他要报仇的话，很可能会弄到我们全家乱糟糟的嘞。那又怎么样？没有怎么样啦，很像我哦这样做了法，当然不怕啦。我现在是百邪不侵嘞，我只是怕你们而已啊。那你没有叫师傅顺便帮我们全家做做法？我也想啊，可是我只有168，包了红包我就没有钱了咯。还要包红包的？当然啦，虽然哦孝敬师傅是随意，可是看师傅这样辛苦，
不可能包个小小的红包，这样不好意思吗？哎，你不要以为哦，有钱就可以看到师傅嘞，还要拿号码排队的。那不是比看医生还难？啊不然我都要等到半夜12点多嘞。还好师傅慈悲啊，不然我连看都没得看呐，因为他今天就要飞回去了。那如果这样做可以让你安心，花点钱也是应该的。不过大哥啊，你不要老是钻牛角尖，不要把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到老高头上去。哎呦，你们这种读书人哦，就是不相信这些嘞。哎呀，算了啦，算了啦。那我上班了，你帮我跟妈说一声。又是啊。你知道家福一天晚上没有回来嘞？那他有没有打电话给你？没有嘞，他一整天都没有打电话给我嘞。他有没有打给你？没有啊。这个王八蛋哦，再试试。Hello， 喂，家福啊。我家福。哇，你不要讲啦，你听我。喂。电话，我跟朋友去爬山。No。这2天不接电话，有话请留言。不过这座山好高啊，不一定接得到哦。是不是哩哩啰啰讲不停？他神经病了嘞！这是电话录音，他说他去爬山。爬山？爬什么山？有没有搞错？他以为老高死了，什么事情就没有啦？哎，你们在谈老高的事儿啊？哎呀，我昨天啊听说老高死了。哦，是啊，报纸是说他的车子掉进河，他被淹死了。哎呀，老高的人不错，他的命啊怎么这么不好？哎，他老婆呢？听说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听巴萨的人说啊，他的老婆不见了，他很伤心啊，自己啊驾车就撞进河里喽。是咩？我听到的是哦，人家喝醉酒撞他嘞。总之啊，人家夫妻的事情，你跟家父是最好不要插手啊。即使他死了，我也不希望听到人家以后啊在背后说你们的闲话。要不然呐，传呐，以后老高的死啊，人家会算在你们的头上，知道吗？哦。微亮啊。啊。这里你看着，我去姑姑的店一下。哦。你说哦。这个家福会不会因为怕妈的反对哦，硬拉着阿娇跑掉啊？不会啦，刚才阿娇打电话给我的。到时以后怎么让妈知道阿娇的事，那才真的伤脑筋。哎，如果阿娇选我哦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妈的反对，最多搬出去住了。那你觉得阿娇会选你吗？当然。哎，美丽。哎，罗太早。早。哎，树根呢？哦，根叔在 store room 拿东西。哎，来啊，坐啊。哇，罗太，你精神看起来很好哦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了。美丽啊，你这个嘴巴真甜呐！阿春老弟请到你啊，生意一定更好了。没有办法啦，人长得丑啊，嘴巴就要甜一点嘛，要不然顾客看到我这一张脸啊，早就吐饱了，哪里还吃得下？谁说你丑啊？我呢是越看你就越顺眼。是呗？真的啊，我看你还像一个大明星了。像大明星？像谁啊？王菲。哇，罗太，你没有弄错，是张菲还是王菲？哦呦，难道我连王菲跟张菲都分不清吗？我还没有那么老土哦。不管跟你说，很多人说我像梅艳芳嘞。不过不要紧啦，王菲也一样啊。我请你喝茶。不要，美丽，来坐下。哦，听说你跟阿龙去看电影啦？对啊，去看1次而已啦。那次是因为幸运抽奖抽到2张免费的戏票，没有人要看，我就跟他去看咯。下次有机会再去了。没机会了啦。为什么？他跟我去看1次电影之后啊，后悔得要命了，好像跟我看电影很丢脸一样。以后啊，就算他驾豪华车来载我去啊，我也不要去。他就是这样，别管他，他这个人呐，就是要骂，不骂他，他真的是不会醒啊。就是咯，好像说啊，他赌马赌到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，我有时候看了很生气，很想骂他的嘞。
下次啊，你就多帮我骂骂他。真的吗？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当成是尚方宝剑来压住他了哦。对，我就赏你这把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好啊，以后可以骂他了。哎，大嫂来了。哎，树根啊，怎么还没有看到开银？哦，他迟点来，有事情。罗太啊，你先坐着，我去泡一杯茶给你喝。好。大嫂，找开英有事吗？也没什么事儿了。佳琪他们说啊，阿公住在医院4个多月，闷得他发慌，想给他开个庆祝会，热闹热闹。我说过来问一下开银的意见。好啊，什么时候？他们说这个星期天。哦，那很好。哎，大嫂，昨晚我去看阿爸，我觉得他精神还不错，还喝了一大碗粥哦。我觉得这个星期天让他开心一点也好。对呀。来，医生说啊，阿爸随时都可以出院了。住了这么久，也应该出院了。哦，对了，大嫂，阿爸的医药费我们会负担一些。哦，不用，这个我可以解决。那怎么行？树根啊，我们这么熟了，我是有话直说。你呢是一个看钱看得开的人，开银呢却跟你完全不同。她是你老婆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她。这我了解。所以算了，我们不要为了钱伤和气。怎么说，我们都是做老大的，这个责任我们负得起。别说是阿爸住院5个多月，就算是50个月，我们卖房子卖店都会让他住的。我知道。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亲情是很难得的，父慈子孝，兄弟姐妹和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呀，所谓家和万事兴嘛。就是嘛，一家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团结。你不团结的话，很容易给人家利用，给人家攻击，到头来啊，是自己人元气大伤，外人呢就坐受余虑，何苦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，树根？是啊。大嫂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？树根啊，我不等了。哦，大嫂你看看。看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我想在这里摆一个鱼缸养鱼啊。干嘛无端端想养鱼了？哦，他们说水为财嘛。你也信这个啊？那就请个风水师过来看一看嘛。你问我，我哪里懂？好了，我走了。大嫂慢走哈。罗太娘走了。拜拜。走了。陈大哥早。对不起啊，为了我，害你们好像做错事一样，要躲躲藏藏的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是我那个大嫂小气，要是给她看到我跟你交往，她会大吵大闹，绝交都有份哦。那以后我要在这里出入要很小心呢。其实也不用啦，没关系的。我忍她已经忍很久了，早就想跟她翻脸了。你干嘛？去泡咖啡啊，请人家喝啊。陈大哥，谢谢你了。来，坐。嘟嘟，刚才你说要跟女大嫂翻脸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快乐鱼啊，本来就是我阿爸开的嘛，我这个做女儿的应该有份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可是啊，却被我那个大嫂全部霸占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啊。那你不是很吃亏？就是了，我真的很不甘心啊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快乐鱼给抢回来。根叔啊，原来你们跟罗太的仇恨那么深的。你别听他胡说。还有啊，你千万不要让大嫂跟嘉龙知道他跟那个男人来往，你知道吗？你放心啦，我嘴巴是大，不过我不会八卦的。我大哥是什么都不理的人，所以一切都由我大嫂包揽呢。这几年啊，快乐鱼不知道让他赚了多少钱，可是我1分钱呀也分不到啊。说这些来干嘛？为什么不能说啊？就是因为你怕事，所以才害到我们呢，被人家吃到连骨头都没得剩。
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不要四处乱讲。陈大哥说的对，这毕竟是你们的家务事，还是别说了。陈大哥，真不好意思，嘟嘟陪我吃早餐，不能回来帮你。哼，嘟嘟，我一听就火滚。你干嘛？手抽筋啊？哦，没有泡太多咖啡了。陈大哥，我们刚才谈了合作经营餐馆的事，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坐下来听啊。第一，嘟嘟的意思呢是要开设多几家阿春罗蒂的连锁店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另起炉灶，结合我在香港还有中国大陆的现有基础。是啊，然后把我们的果逼啦，咖亚裸滴呢，打进中国市场。对。据我所知呢，中国人喝的咖啡呢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南洋的咖啡呢又浓又纯，中国人喝的咖啡呢薄薄的，没有什么咖啡味，还有什么咖亚罗蒂啊，他们听都没有听过，这样就想打进中国市场，简直是开玩笑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了啦。我看陈大哥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到中国去了吧？以前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。就拿上海来说吧，跟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没两样。那里的咖啡馆林立，喝的都是最高级的咖啡，不是陈大哥你印象中的那种淡而无味的咖啡了。听到了没有？自己耍姑啊，就不要乱讲话，免得笑掉人家的大牙。人家海参啊，在中国有间鼎鼎大名的餐馆，叫做赛霆锋，对不对？那里卖的小笼包可是全中国第一耶。他还想把它引进来新加坡，还找我们一起合作啊。好。没错。哦，赛霆锋是吗？我从来没有听过。就是咯，香港有一个叫谢霆锋啊，不过他是明星，不是餐厅嘞。看来我得为我的餐厅多打一些广告。没关系，合作嘛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心有诚意。如果说有什么怀疑的话，那最好不要合作。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不过合作的事呢，我非常有兴趣，找一天我们好好的谈谈。好吧，我再跟你联络。好。陈大哥，我走了，不送了啊。慢走啊。好。你干什么？不用做事啊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人家对你客客气气，你却给人家脸色看，你以为你什么？还摆架子啊？再怎么说，人家也是大老板了，干嘛要拿他的热脸来贴你的冷屁股啊？什么大老板啊？我又没有打他的工，吃他的饭。我们以后要合作的哈。谁要跟他合作？我啊。你自己不长进就算了，不要挡着我的地球转了。你呀、哦，对啊，我忘记了，他的一出现哈，你就整天跟他团团转了，什么嘟来啦，嘟去啦，好亲热哈。我跟他很投缘，不行吗？如果我现在不是嫁给你啊，已经跟他趴脱了。你什么？这么多蚂蚁。好稀泥呢！你都几岁人了，还讲这种话，不怕人家笑吗？还有啊，以后啊，你在外人的面前啊，不要把你跟大嫂的恩怨呢搬出来讲。大嫂也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，就好像阿爸这次的医药费啊，他也没有叫我们分担。阿爸住了5个月啊，这笔医药费啊，算来算去也至少要10多万，你知不知道？这几年呢、快乐鱼让他赚的何止这10多万呢、他敢跟我算，他敢叫我分担。算了，我懒得跟你吵啊，我要出去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修指甲、洗头发、做facial。我这2片搞一搞。来了。来，我发觉姑姑越来越爱美嘞。前天还看到买那个 KK2 来用。什么 KK2 是一种面膜，敷在脸上会很滑，还会发亮。哦，昨天晚上我看用在他脸上的是吗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以前用的是雪花膏吗？为什么最近学人家用那个面膜呢？你知道那 KK2 要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一张20多块。啊，这么贵啊？
哦，怪不得我昨晚上看他贴在脸上之后呢，他拿下来贴在他的脚跟手嘞。这样才不会亏本嘛！一张20多块嘞，换成是我贴完手啊脚啊，就拿来贴我的屁股，这样才划算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姑姑他的人这么吝啬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的人这么节俭，花这么多钱去打扮自己，你不担心的咩？担心什么？就做你的工啦。我跟他很投缘，不行吗？如果我现在不是嫁给你啊，已经跟他趴脱了。根叔，啊！老弟超大啦！哎呀，哎呦，嘴巴这么大，早一点讲嘛！哎呦，后背短。怎么还没来开店？文杰，你那么急做什么？看你满身大汗的。迟一点没有关系的，我妈都还没来呢。我去买瓶水给你喝啊。冷静，冷静。那喝瓶水休息一下吧。你怎么了？昨晚打电话给我妹妹，说老高死了。我今天早上听说了。赶我去老高的店，店没有开。我经过巴萨时，有人在讲我妹妹的坏话。说什么啊？他说老高是因为我妹妹跟别的男人跑，所以才驾车撞和自杀的。哎呀，就是有一些三姑六婆，还有无聊的安哥喜欢闲言闲语嘛，要不然他们就不懂日子怎么过了。他们怎么侮辱我，我都能忍，可是他们侮辱我妹妹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。文杰，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啊！尤其是那个脸上有黑痣的家伙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你们也知道啦，老高根本不能给他爽的嘛，所以啊，就在外面找男人喽。地点啊，就在店里，趁老高不在，就假装关店。其实啊，男人已经在店里了，把门关上，2个人在里面搞喽。你们猜我怎么知道的？有一天啊，我经过老高的店外，我听到了声音啊的，我就偷偷的往门缝里面看，看到2条肉虫抱在一起。其实啊，阿娇的身材啊，真的是一级棒哦，该大的大，该小的小。你攻击他了？当时我耳朵响着一个声音：杀死他，杀死他，杀死那个侮辱我妹妹的王八蛋！空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。相拥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言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有个帮他写的视而不见，